体验 vivo X Fold 5给我的感觉，蓝厂对于这一台折叠屏并没有用全力去做啊，对于这一台还有所保留。其实它的芯片并不是这台折叠屏的硬伤，它的硬伤在于系统和其他方面。大家好，我是百森，自费购机，原创不易，希望大家可以给个3连，让百森补补身子。第一，我很不满意蓝厂在折叠屏上的系统，本人主力机目前是 X200 Ultra。使用了2个月左右，我可以负责任的说，它除了有极少数的近桌面会错乱以外，就没卡过我，也没有那些恼人的 bug。这种系统绝对是主流旗舰里顶尖的存在。但是橘子系统一旦放到了折叠屏上，就有点坑了。我刚导完数据，用了10分钟左右，就遇到了一个遮罩 bug。这个 bug 一度让我觉得是我不小心触碰到了蓝厂某个浅灰色的皮肤啊。但是只有桌面这样。点开别的页面都是好的，当我折上屏幕，这个遮罩甚至没办法全屏展示，无论怎么操作都没办法关掉，只能重启。上来就遇到这样的 bug， 其实我是挺恼的，已经有点不想要了。结果你猜怎么着？我晚上想点个外卖吃东西，将外卖的软件从后台杀掉，然后再进去，居然是保留了上次的页面。请注意啊，这时候我的后台并没有任何的任务啊，但是我再打开软件，就是跟没杀掉一样。大概率是大小屏和软件的开关出现了问题。至于软件里一些 UI 显示的 bug， 跟上面的比起来，我都觉得是小问题了。最新的原子工作台，当然啊，这里的优点我就不说了啊，毕竟首发视频里全都是优点。他的想法是非常非常好的，在我眼里，他的方案要比 OPPO、华为那种要好很多，直观方便。比如我可以一边看视频，一边把多余的窗口挂在后台，同步小窗运行。但是想法很美好，性能跟不上。不一会儿，你就会发现你在前台打游戏，后台的视频不动了，或者是前台浏览信息，后台的游戏不动了。折叠屏的散热本身就不是很好，外加芯片也不是最新的，这时候你再添加应用页面就会变得比较卡，而且一些软件上面并没有适配。比如我想一边看漫画一边挂个原子工作台，它以游戏的方式显示在下方，明显是不太合理的，旁边还有黑边。当我长时间没有打开应用的时候，突然点进去，我得先看中间屏的广告，才能进入下屏的视频。这一来一回真给我看傻了。偶尔放在后台的微信，不知道什么原因直接白屏，点都点不进去。第二呢是扬声器，这台手机的扬声器音质本身就不是特别好，上面的开孔大小和位置啊，和下方的这种开口大小位置不一致。当你正面去听的时候，可能听不太出来啊。一旦你侧过来看视频的时候，就会非常明显，一边大一边小啊。大屏的折叠屏手机啊，本身就是为了影音和办公去服务的，暂且不说做成像华为一样左上和右下立体环绕声，但是放在一侧大小还不一致，扬声器做成这样不太应该吧。第三啊，我们说一下屏幕，内屏的色彩和观感是没有问题的，问题是三星屏的一种通病。当然这个在 Find N5 上也是同样出现的问题啊，就是如果你长时间去看内屏，尤其是我喜欢在睡前去看一会儿漫画，会把我头搞得很晕。我不清楚是不是三星屏幕的调光问题导致了，至少在我这台 vivo X200 Ultra 手机上是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的。我并不是一个对屏闪很敏感的用户，但是看一会儿真的会头晕。最后我们稍微总结一下这台机器，优点其实我没怎么说，其实就是和苹果的生态互联啊，比如和 Mac， 比如和 iPhone 手机。蓝厂的切入点其实没有错，而且舍弃堆料，把手机尽可能做薄，尽可能做轻，这个方向上也是正确的。我在年初 Mate X6 和 Find N5 那期视频里就说得很清楚了，你在折叠屏里给它2块超声波指纹啊，给它媲美 Pro 级别的摄像头，把一台手机变得很重撑口袋，其实是很败好感的。真的需要的那些人啊，不是折叠屏的使用用户，而折叠屏最主要卖的还是它的系统。但是这一次橘子系统是一个减分项，真的为了商务使用折叠屏的用户啊，可能很少会有人去选择 vivo 这个品牌，他们可能更多的会去选择华为或者荣耀，而 vivo 也没有真正的去 all in 这台折叠屏。你看看它的扬声器，你看看它的芯片，包括不同配置下的屏幕不同啊，都在告知用户我们要把价格打下来，去让想要尝鲜的用户，去让没有用过折叠屏的用户买来用一用。三防和兼容苹果是折叠屏锦上添花的东西，并且用户最不需要关注的，反而是现在厂商吹的最猛的厚度和重量。220克内2毫米的长度和2克的重量，真的是微乎其微啊！
谁谁谁第一，对于用户来说感知真的几乎不存在，它不是280克和220克去进行比。我并不太推荐这样一台手机，即使价格只有6999元，因为对折叠屏来说最不能阉割的就是系统和扬声器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如果觉得对你有所帮助呢，也别忘了点赞加个关注。我是拜森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